通知廚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通少。熱辣辣香噴噴，食完暖粒粒嘅韓國土豆豬骨湯，就係我太太最中意食嘅韓國菜式之一。不過唔係間間餐廳都做到啱佢口味㗎。今日我示範呢個做法，我太太試過之後都覺得味道非常之好，絕對值得推薦俾大家試下㗎。傳統一般嘅做法，通常都會用豬頸骨去做嘅，不過我就改用較為貴少少嘅金沙骨去做。我自己試過好幾次噶啦，用金沙骨整出嚟嘅湯呢，肉味香濃好多嘅，而且佢炆完之後，條骨一扯就甩，食起嚟又方便好多。如果大家係想做翻傳統嘅做法，可以用翻豬頸骨去做噶，冇問題嘅。將啲金沙骨原骨咁樣切開，再將啲排骨放喺鑊入邊，然後就加入大概1到2茶匙嘅鹽落去，再加啲清水落去浸過啲排骨。啲排骨浸喺鹽水入邊，大概浸佢15分鐘，俾少少時間等豬骨入邊嘅血水可以滲出嚟。浸緊豬骨嘅時候，就可以準備埋其他嘅配料，例如我哋要準備一啲紹菜啦。紹菜呢，你呢度切呢大大件得噶啦，唔需要呢切到好細塊嘅。啲紹菜切好晒之後，就記得將佢清洗乾淨，然後就可以放埋一邊備用。之後就要準備埋薯仔，我哋要將啲薯仔洗乾淨，然後同佢去皮，再將佢切成大大件。薯仔方面，我會建議大家用呢啲黃肉薯仔去做，佢個質地比較實淨，非常之襟煮，唔會話炆下就溶晒。由於我哋唔係即刻去煮啲薯仔嘅，所以最好將啲切好嘅薯仔放喺啲清水入邊浸住佢，等佢唔會咁容易氧化變黑。跟住就要準備埋其他嘅配料。例如有去咗皮切咗件嘅洋葱，切咗段嘅青葱等等，而其他需要嘅配料我就一一寫咗出嚟噶啦，大家可以照住個清單，將佢哋逐一準備好。跟住就可以同啲豬肉出水，我哋開中火，慢慢將鑊入邊嘅水煲滾，啲水滾咗之後開始計時。呢啲金沙骨咧其實好乾淨嘅，所以只需要出水大概3分鐘左右就得噶啦。出好水嘅排骨就喺清水下邊將佢洗乾淨，然後就可以放埋一邊備用。排骨出完水之後，按照傳統嘅做法，我哋要同嗰啲紹菜都要出一出水嘅，將啲頭先切到大大塊嘅紹菜放喺啲煲滾咗嘅熱水入邊。煮佢大概3到5分鐘，令到佢軟身就可以拎起隔水備用。煮到已經軟身嘅紹菜，如果你嫌佢太大塊嘅話，攤凍咗之後，你就可以將佢切成細細塊。所有嘅材料準備好晒之後，我哋就可以開始煮呢個大醬豬骨湯。將頭先切好晒嘅配料同埋出咗水嘅排骨放晒喺個鑊入邊。由於我住呢邊買唔到韓國嘅紫蘇粉，所以喺呢個時候我會早一啲加入呢啲紫蘇葉落去，等啲紫蘇嘅味可以快啲滲落啲湯入邊。如果大家係買到紫蘇粉嘅話，係唔需要咁早加嘅，你可以等到一陣間加薯仔去炆嘅時候，先加埋啲紫蘇葉落去。啲材料放好晒落個鑊入邊之後，就可以加入指定份量嘅清水落去，然後就可以用大火將佢煲滾。記得呢，仲要加埋指定份量嘅大醬落去啊！如果唔係，就變咗普通嘅豬骨湯噶啦。鑊入邊嘅水煲滾咗之後，我哋就冚翻好個鑊蓋，再用翻我指定嘅時間同火力，將啲排骨炆腍佢。咁呢個大醬豬骨湯就完成啦。喺炆緊排骨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準備埋呢啲秘製嘅韓國辣椒醬。哇！呢韓國辣椒醬紅卜卜咁樣，
係咪覺得佢好辣呢？其實呢，韓國辣椒醬甜多過辣嘅。如果你真係好怕辣嘅話，你可以先落一半落去，剩低嗰一半可以最後試完味先再落都冇問題嘅。大醬豬骨湯呢，依家就煲好咗噶啦。咁我哋就先用翻個大火，將啲湯煲翻滾佢，跟住就加入薯仔、蔥段、烚過嘅紹菜，仲有頭先預備好嘅秘製韓國辣椒醬落去，將所有嘅材料輕輕手攪勻佢，然後就等啲湯滾起。啲湯滾起咗之後，又冚翻好個鑊蓋，再用翻指定嘅時間同火力，將啲薯仔炆腍佢就食得噶啦。啲薯仔用指定嘅時間炆好咗之後，就攞支筷子埋嚟同佢檢查一下。如果佢變咗日本人一家就穿嘅話，咁啲薯仔就煮好啦。呢個時候可以用大火煲翻滾啲湯。如果你之前有留起一啲韓國辣醬嘅話，呢個時候可以逐少加翻落去，直到自己覺得夠辣為止。呢個韓國土豆豬骨湯熱辣辣咁樣食就最正噶啦，所以最好放落去啲預熱咗嘅砂鍋入邊，保持佢嘅熱度，又或者放喺啲預熱好嘅韓國石頭碗入邊都好好噶。最後再加多少少嘅蔥花同埋芝麻落去，同佢裝飾一下。咁我哋呢一個熱辣辣、超級惹味嘅韓國土豆豬骨湯就做好啦。你哋睇下，用金沙骨去整嘅話，啲骨一炆就甩，真係容易食好多噶。呢個韓國土豆豬骨湯最啱就用嚟做呢個湯飯啦。一煲入邊有齊晒肉同菜，食完全身熱辣辣、暖粒粒，試過包你一定中意。韓國嘅土豆豬骨湯係完全唔需要打芡噶。一般嘅食法會將湯入邊嘅材料連埋湯，不落飯嗰度慢慢食嘅，亦都有人將佢調翻轉，將成碗飯倒落個湯入邊，當係湯飯咁食亦都得噶。點樣食法就隨你自己喜歡啦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就記得做3個指定動作，就係要俾 like、share 俾你朋友，同埋撳埋個鐘仔。咁我新片一出先可以通知到你噶。要重溫翻呢個食譜材料嘅份量，又或者想睇下啲材料係咩樣同咩牌子，就記得去睇文字食譜，個連結我就放咗喺呢條片嘅資訊欄嗰度。文字食譜唔單止有中英對照，份量亦都可以隨意更改噶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。